我刚穿越到混沌，就被大道给盯上了，这也让我很是紧张，生怕大道一言不发给自己命。于是我出世的第一件事就大声吼道：“无为时间之祖，时辰今日出世。”很好，大道已经承认了我的身份，那现在就时间大道出，混沌当有岁月之概念。混沌世界的时间已经完善了，就等杨梅出世完善这里的空间了。看来他们想要出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此那吾就先修炼吧。无畏空间魔神杨梅今日出世。时辰，本座和你没完。出世就出世，吼那么大声干嘛？吓吾一跳。时辰，这个仇吾结下了，你别让吾找寻到你的踪迹，不然吾定要将你的时间之心给挖出来。混沌虚无，以无空间之道补之。就是现在。道很显化，却是一个修炼的好时机。混元第5重天吗？杨梅，就让吾看看你能不能从吾的手中夺走这一名头了。时间大道，给吾几。看来时辰，你这是想要和吾斗上一斗了，正好报一下之前打我的仇。杨梅，怎么想要上来被打一顿吗？时辰，莫要说那些大话，就让吾来试一试你的实力如何。作为最早诞生的混沌魔神，希望你不要让吾失望。杨梅，你还真是暴脾气啊！不过依靠这点攻击，就以为能够攻击到吾了，你是不是太过小看吾的时间大道了？3000大戒，逆转。杨梅，你的这些攻击对于我来说是无效的，还不如就此退去如何？不然的话，你接下来怕是会有些面上无光了。这时间法则还真是够难查。空间大道，给吾冲上去！还真是一个疯子。时间大道，既然你想碰一碰，那就试试吧，给吾撞上去。杨梅，不是想要试试吗？那么就让你看看吾的时间大道是否能够压制你。奇怪，怎么会有因果线呢？因果魔神不是还未出世吗？混元武众，时辰，没有想到确实吾小视你了。这一次的斗争你赢了，未来要不了多久吾还会再来的。因果魔神刚出世就得罪了3位魔神，结果时辰直接顺着因果线过来，将因果魔神暴揍了一顿，而这一揍就揍了2天半，让你和无极因果还结不结？还结不结了？装模作样，难道你杨梅在进步的同时，吾就不进步了吗？作为混沌世界最早诞生的混沌魔神，吾进步的速度肯定比你杨梅快，所以你杨梅这辈子只能被吾压着，无法翻身。奇怪，因果魔神都还未出世，如今混沌世界根本就没有因果一说，难道是因果魔神？可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就不怕吾和杨梅在他出世的时候找他麻烦吗？算了，等待他出世的时候再收拾他吧。因果线，因果魔神，你胆子也是真的大，居然敢将因果线连到吾和时辰这里来。看来你出世的时候，吾有必要找你好好聊一聊了。不知道这一次出世的会是谁呢？洛命运魔神今日出世。还好吾有先见之明，不然被吵醒可是非常难受的。正好吾也可以感悟一下命运魔神的道痕。
吴为第3个，在上面的是时辰和杨梅，杨梅比吴早了100个混沌纪元，而时辰则是200个，也就代表着此刻两人的实力最少也应该在混元5重的境界。以吴刚刚出世不过混元3重的实力，要是发起斗争的话，好像谁也打不过，所以先忍耐一手，等到最后一尊混沌魔神出世了之后再说。这是哪个魔神？敢打脚不睡觉，真想过去揍他。这是因果魔神出世了。哦，原来真的是你啊！那你这一次怕是跑不掉了。哦，因果魔神今日出世。原来还真是你啊！看来吾需要走上一趟了。蛇场、妖门、命运、情感怎么会和命运连接上因果线呢？时辰和杨梅是我主动连接的，可是这命运是咋回事？原来如此，不就是打扰了你睡觉，至于这么愤怒吗？刚出世就得罪了3位魔神，这3位万一给吾来个混合3打，不知道吾能不能扛住。算了，现在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先感悟道痕吧。混元7重巅峰了吗？想来在下一次其他混沌魔神出世之前，应该是能够走到第8重天的地步了。混元4重天，看来这一次的收获很不错啊。就你特么叫因果魔神是吧？说。蛇场，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怎么来的？不是你给我指的路吗？该死，因果线。顺着因果线过来又如何？蛇场，这是你和杨梅欠下吾的因果，吾是不可能将其斩断的，所以你还是死心吧。是吗？什么？弄不了了。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大道果然如此吗？混沌出生，不得随意争斗。蛇场，你不敢杀我，不然的话，大道必然不会放过你的。谁告诉你不要杀你的？不杀我，那你刚才……我只是想要试探试探大道罢了，你的作用已经完了，现在我们该商量一下结下因果这件事了。今后，吾是不可能断开因果的。不断吗？既然如此，那吾就只有和你好好的聊一聊了。你想干嘛？你要是想要杀吾的话，大道是不会放过你的。让你和吾结因果，还结不结？还结不结了？造化魔神刚出世就将自己的命运线给斩断，结果其他魔神也有样学样，都将自己的命运线给斩断。看到这一幕，命运魔神直接发狂，叫嚣着要杀了所有魔神。你们全给吾死！喜欢乱结因果是吧？既然这样，看吾只不揍你就完了。还真是凄惨啊！虽然吾身为空间魔神，但还是没时辰他快呀。算了，还是等时辰揍完离开，吾再出来吧。反正因果魔神也跑不掉。舒服，揍完真爽。蛇场，此事我和你没完。都这样了，还敢威胁吾？你是真不怕死啊？好了，气终于是散完了，吾该走了。至于你，想来那位应该也有些等不及了吧？不被发现了吗？为什么时辰之前对吾出手，大道瞬间出来制止，而这次大道却没有出来？为什么？该死的时辰，这个仇一定要报。看来因果魔神你还是有点力气的嘛，也就是说你还死不了。那现在我们可以聊聊了。什么？妖魔，你怎么也来了？你觉得呢？等一下，妖魔，吾要杀了你！哟，说话还中气十足的，时辰不行啊，看来还是要看吾来动手。
果然如时辰所言，是真的消气啊！放心，下次心里不爽还来找你。你们给吾等着，这个仇一定会报的。看你们怎么找吾。自己切断了吗？哎，这么好一个出气筒就这么没了，说实话还是挺遗憾的。断了吗？还真是丢混沌魔神的脸。算了，断就断了吧，可惜这么好一个出气筒没了。造化魔神今日出世。这一次的是造化魔神吗？造化魔神嘛，混沌越来越热闹了。终于突破了，没有想到混元八重居然如此的艰难。吾等魔神高高在上，谁敢肆意万年吾等之命运？命运之线，给吾断！造化，你这是在找死！哼！命运魔神，吾等同为混沌魔神，你怎敢执掌吾等之命运？该死的造化，别让吾找到你，不然的话，吾必定将你的神魂抽出置于命运长河之底，享受河水的洗涤。造化魔神说的不错，命运魔神，吾等同为3000混沌魔神，你又有什么资格执掌吾等命运？既然造化魔神开了这个头，那吾自然也只有跟着了。因果逆改，给吾断！该死的因果，还有造化，你们不当为混沌魔神？给吾死！命运，你个疯子！可恶，又断了2根！你们全给吾死！这命运魔神疯了吧？不就是断了自己的命运线吗？至于这么发狂吗？命运，你在发什么疯？给吾滚回去！实诚，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胆子出现！滚回去！这里不是你发疯的地方，想要发疯就将你位置发出来，我们亲自到你那看你疯。此事吾记下了，这件事没完。胆小鬼！混沌魔猿刚打败吞噬魔神，时辰就出来夸奖，可混沌魔猿却挑衅起了时辰，说要单手吊打时辰，结果被时辰按在地上摩擦。还是时辰你厉害啊，居然能够让发狂的命运魔神吓得灰溜溜的离开。啧，看来这教育的还不够啊！见到吾居然直接跑路了。因果这是怎么了？难道是修为机制突破吗？招呼也不打一声就直接离开了。可能吧。还是给他留点面皮吧，不然他未来要找自己拼命了。虽然吾不怕就是了，但总之会很麻烦。看来是如此了。行了，吾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哎，奇怪，怎么感觉他们都怪怪的？哎，悠悠岁月而过，新一个混沌魔神又要出世了吗？只是这一次又会是谁呢？毁灭魔神今日出世，居然是毁灭魔神吗？混沌魔神今日出世，继续修炼吧。轮回魔神今日出世。轮回魔神吗？第8尊了，想来也快了。轮回魔神嘛，看来真的快了啊！秩序魔神今日出世。
秩序，吾等所需要的可不是秩序，混沌世界也并不需要所谓的秩序。秩序可笑的大道罢了。混沌需要无的秩序，这是不争的事实。吾世界魔神今日出世。啧，世界树都出来了吗？看来这混沌是越来越有趣了呀。哎，这混沌世界怎么这么荒凉啊？说好的混沌世界遍地是宝呢？吾都已经在混沌世界浪荡4、5个混沌纪元了，别说是宝贝，就连一块石头吾都没看到。这是其他混沌魔神。不管了，第一次碰到其他混沌魔神，过去看看吧。尼玛，太欺负魔神了！哪有混沌魔神一见面就提棍打魔神的？真尼玛无语！混沌魔猿，你能不能停手啊？吾不想和你打了。吞噬魔神，少说废话，和吴果上2招，看打！啧，这是在战斗啊？是哪2个混沌魔神？这么好运能让吾能够碰到？吞噬魔神不敢与吾一战，也不配为混沌魔神。混沌魔猿，你这是在找死！你不是要打吗？来，吾今日就奉陪到底，不将你打个半死，吾不叫吞噬魔神。哼！来啊，混沌魔猿，你不是好战吗？今日吾就要将你给拆了。这是吞噬的气息，是吞噬魔神吗？另外一个战之法则，想来应该就是混沌魔猿了吧？不过这2个家伙怎么会碰到一起呢？算了，先过去看戏再说。啧，还好是赶上了，要不然就错过这场战斗了。吞噬大道，加诸无身，吞噬万道。还真是弱啊！还真是精彩啊！混沌魔猿果然无愧于战之大道的执掌者，对于战斗的本能还真是恐怖。时间魔神，怎么你也要和吾战斗一场吗？你确定要和吾战斗？哼，有何不敢？你不过是比吾早出世些许时间罢了，不要以为就凭借这个就能够和吾战之魔神打你，吾只需要单手。很好，胆子不错。既然这样，那吾就陪你玩玩吧。哼！什么？刚刚就是你说要单手吊打吾是吧？你单手一个给吾看看，还看不起吾？今日吾要是不将你这身猴毛拔光，吾就跟着你姓。未来世界的洪荒生灵企图逆流时间，结果被时辰发现，无情镇压。哇！有人在逆流时间，时间不可逆，不然万古成空。难道未来的生灵不知道这一点吗？妄图逆流时间长河，你想要找寻什么？哼，看来吾需要出手教训一下这个逆流时间的家伙了。怎么回事？虽然时间长河偶尔暴动，但是不应该如此才对。不行，吾必须要探知清楚，当年混沌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时间长河怎么突然暴动了？时辰这是想要干什么？哼，没事，管好你们自己的眼睛，不然的话，吾不介意帮你们回收一下。时辰，你是否太过霸道了？你是哪一个？第2572个出世的音律魔神。音律魔神吗？吾出世之时，你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呢。本座的事情你也敢管？时辰，你怎么敢？不要妄图挑衅于吾，不然的话，本座不介意在你出世的那一刻，给你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时辰，你还是如此的霸道。哼！这时间长河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暴动？难道是有人在掌控这时间长河吗？
不对，吾从洪荒之中来，从未听说过有谁能够执掌这时间长河，更何况这里也不是谁都可以掌控的，估计应该是吾逆流岁月造成了过去某一个时间段的沉寂，才会让时间长河暴动。逆流者，岁月古史不是你可以踏足之地，你可知你的逆流已经造成了大片古史的更迭，你已经犯下了大罪，还不就此停止？你是谁？时间魔神，你是时间魔神。没有想到于万古岁月之后的洪荒之中，居然还有生灵能够知晓吾的存在。没有想到在这里居然能够见到时辰大尊，吾还真是有幸。妄图逆流时间，造成了大片的岁月古史的时间更迭，你的罪孽大了。看你并未造成无量众生伤亡，这一次本座并不将你打杀，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罚你于时间长河之中被镇压3个混沌纪元，你可认？不，吾为皇者，无人能够镇压于吾。哼，找死！什么？既然妄图反抗，那就罚你镇压5个混沌纪元。不，咦，奇怪，为什么整个洪荒之中找寻不到神异的气息？这家伙又在谋算什么呢？岁月不可逆，任何妄图逆流时间者都将被镇压。原来是有生灵妄图逆流时间吧？算了，此事还是交给时辰自己去管吧。如今盘古即将出世，也不知道未来的变化会如何。吾灾难魔神今日出世。灾难魔神吧，怕是第一场亮劫不会太远了吧？算了，修炼吧，一切都是实力说话。哪怕是盘古，当实力足以镇压一切之时，又何惧他开天之威呢？混元之上究竟是什么？虽然吾有试错的成本，但吾已然不想如此去做了。一旦失败，那妖吾先前保持的优势就会荡然无存，身后的命运，杨梅他们就会因此超过于吾。所以吾不能停，也不能失败。可前方道路渺茫，即便吾已经将混元之境走到极限，也依然无法看清前路。难道要这样放弃吗？岁月白莲，这一次怕是需要你的帮助了。盘古还未出世，就给所有魔神都来了个下马威。被激怒的时辰率先操控时间大道，朝着大道加持下的励志大道就撞了过去。其他魔神也同样如此，大道的碰撞差点将混沌毁掉。可即便是这样，双方也只打了个平手。虽然我们赢了，但也输了。就是时间法则暴动，时辰在做什么？希望不会是什么坏事吧？时间暴动，而时辰的命运在膨胀吗？看来他是要走出那一步了。你会不会成功呢？还真是有些期待啊！先行者嘛，下一次绝对会是吾。呵呵呵呵，时辰嘛，你此刻又在做什么呢？吾为时辰，今日为一众混沌魔神续接前路。这是大道本源。不能再继续突破了，不然根基会不稳的。剩下的大道本源以后再吸收吧。时辰，没有想到你居然先一步突破了。不过如此也好，不然的话又如何对得起你最古魔神的称号呢？吾也快了，你是不可能将吾抛开太远的。果然突破了嘛，前路也变得简单多了。看来无突破的时机也到来了，还真是要感谢你呢，时辰。我梦之魔神梦幻今日出世，终于达到帝尊9重了。帝者才是真正超脱于命运长河之上。
杨梅，你们做好准备了吗？盘古啊，盘古，希望你不要让吾失望，就让吾看一看荔枝大道究竟有多么的恐怖。时辰，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吾也不会差太多。这一次就让吾看看你这个先行者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吧。盘古即将出世，可是此事和吾有什么关系呢？算了，睡觉睡觉。蛇场梁魔，这一次当初混合双打的场可以算散了。像我们后面出世的这些混沌魔神，实力还没有他们的一半强。要是真的去和他们争夺最古混沌魔神的头衔，那不就是在找死吗？还不如就此躺平，看戏就好。没错，躺平，我们不去了。要出来了吗？该死的盘古，还未出世就先给我们来一个下马威是吗？大道还真是偏心啊！还真是恐怖啊！他们这是准备将混沌毁灭吗？哼，虽然我们赢了，但也输了。荔枝魔神盘古今日出世。大道，你过分了，这是明显的偏袒。算了，还是先感悟道行吧。荔枝魔神盘古，哼。尼玛，真离谱！时辰，你的位置无要了。这确定是最后一个出世的混沌魔神吗？怎会如此之强？果然不愧是盘古，出世就拥有帝尊9重的实力，还真是恐怖。这盘古怎么有些不对劲？总感觉我对上他会被他一斧劈的连渣都不剩，是错觉吗？时间魔神嘛，实力居然如此的强。荔枝魔神盘古为了争夺最古混沌魔神的头衔，直接一路砍了过去，即便是面对小仙女，也丝毫没有人三心，直接一斧劈下，为的就是和时辰争夺最古混沌魔神的头衔。接下来到你了，你是让出这个位置，还是说想要做过一场？想要啊，自己来拿呀！盘古匹夫，莫要猖狂！看招！找死！好强！盘古想要越过吾，那就和吾一战。战之魔神，混沌魔元。正是吾，怎么样？和吾打上一场，放心，不会欺负你的。看在你是最后一个出世的混沌魔神，吾就让你一手一脚好了。很好，战之魔神嘛，你成功的让吾很是不满意了，所以你最好别让吾找到你的真身。哼，让你还不满意？既然这样，看招！你就这点力量吗？就这还说让吾一手一脚？怎么会？好了，下去吧。你也要阻挡吾吗？唉，你过吧，吾不是你的对手。很明智的选择。盘古，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秩序魔神，怎么你确定要阻挡吾吗？盘古，第一良劫该结束了，你不过是一个最后出世的混沌魔神，能够在这场斗争之中闯到现在的地步，已经很好了。再闯下去，对于你没有好处，对于混沌世界的秩序也没有好处。停下吧。
搞笑秩序嘛，那吾今日就要看看你秩序魔神能不能阻止吾。无言，一切法不伤无身。言出法随，能力不错，可惜对吾没有任何的用处。杨梅，你要不要试试？时辰，别以为吾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不过没有关系，吾也想试试这盘古作为荔枝大道的主宰，实力究竟如何？命运你呢？此时吴可不想参与，最终盘古胜利也好，失败也罢，都和吴没有任何的关系。吴还是睡觉好了，结束的时候记得叫吴一声。他们好像都不想和吴战斗，所以你们呢？是自己让出位置，还是说让吴揍一顿再让出位置？盘古嘛，就让吾来试一试你的实力如何吧。那就试试吧。3000大戒，能力不错，但是对于吴来说却还是弱了一些。将自己隐藏入一空间之中，躲避吴的攻击嘛，能力不错。没有想到你最后一个出世，但是实力居然比之吾来说都要强大，大道还真是偏心啦。实力并不能代表什么，别忘了我等混沌魔神最为强大的是大道的掌控。你说的不错，实力并不是吾等混沌魔神应该去参考的答案，所以你准备好迎接风暴了吗？什么？杨梅这家伙是疯了吗？这是要将我们都牵扯进去啊！杨梅，你注意点，小心将大道引出来。放心，盘古，试试吾的这一招如何？杨梅，这点攻击对于吾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尼玛，至宝那么多，没完没了了是吧？试试吾的攻击。接下来到你了，你是让出这个位置，还是说想要做过一场？想要啊，自己来拿呀。看样子是少不了做过一场了。那是必然的，毕竟吴再怎么说也是最早出世的混沌魔神，不是？要是就这样简单的将位置让出来，你让其他的混沌魔神怎么看待吴？这不是让他们指着吴的脊梁骨骂吴懦弱吗？时辰本来想利用时间回到盘古还未出世的时间段，以此来削弱荔枝大道，可盘古的造化玉蝶居然能恢复这一切，眼看着占不到对方的便宜，于是两人干脆放弃一切花里胡哨，直接硬碰硬，最终还是时辰技高一筹，赢得了第一。这一次是你赢了，不过你放心，吴必然会很快超越你的。时间长河嘛，还真是很好的辅助能，但是想要以此来镇压吴，怕是还有些不够。怎么可能让你成功？还说吾会将大道引出来，你们这么搞下去，大道才会出来吧？杨梅，你说他们谁会赢？吾怎么知道？说的也是，你们的差距也挺大的。不过话说回来，这盘古是不是大道的亲儿子啊？怎么最后一个出世却这么猛，连你都打不过？你这是从哪听来的这些字？你说儿子嘛，这是吴在命运长河之上听到的。别那样看吴，吴执掌命运长河，任何的从亘古前到无尽的未来，任何生灵的低语吴都是能够听到的，不用感到奇怪，即使你也可以做到的。什么？吾也能够听到？别诧异啊，其实这也是吴在突破帝尊之时发现的一个秘密，那就是这混沌世界并不是只有2条从亘古流向未来的河流，而是有无数条，而这些河流所对应的正好是吾等的大道，吾等执掌所对应的大道。你说时间长河以及命运长河是时辰和吴执掌，那么空间长河这些又是谁来掌控的呢？
原来空间长河也是真实存在的吗？吾还以为那只是一个梦罢了。这一次吾欠你一份因果，等吾找寻到空间长河之后，必定还你。不客气，不客气。一个消息换杨梅的一份人情，抽之。帝座之上，万道寂静。使用帝座的力量吗？时辰，就让吾等二人好好的战斗一场，也让吾看看作为时间大道的掌控者，你是否能够成为吾的对手。如你所愿，只希望你不要败得那么随意。逆流时间，制造最为适合你的战场吗？还真是不错的能力，不过你却是小瞧了吾的力之大道了。太过自信可并不是一件好事。时辰，你太过小看吾了。看来吾的算盘是打错了呀！你的造化玉碟很不错，不仅记载了3000大道的万千旁门，居然还有着这样的能力。无论造化玉碟再如何强大，如果自身实力不足，也是没有用处的，不是吧？说的也是，那就只能硬碰硬试一试了。希望你不要让吾失望。时辰，一招定胜负吧，不然再这样下去，大道会出来的。好，这就是帝尊九重和吾等的差距吗？别想那么多，这两个家伙就是变态，我们比之不了的。话是这么说，但是这差距也太大了吧？话说，无论时辰和盘古谁赢，你都要调出10名开外了，要不要吾帮你打下去一个？算了吧，吾懒散惯了，不就是一个前10的排名吗？又没有什么作用，不要也罢。也好吧。一斧破万道。至强一击吗？不要小瞧了吾啊！吾为时间掌控者，岁月斩。你很强，你也不差。这一次是你赢了，不过你放心，吾必然会很快超越你的。放心吧，吾会在最前方一直看着你，直到你无法看到吾的背影为止。时辰刚突破到至尊境，就发现有同级别的强者入侵混沌世界。时辰念在对方是为自己世界的无量众生找寻一个生存之地，而一直没有动手。可对方却使用蛊惑的力量控制时辰，结果被时辰发现，暴怒出手镇压对方。死吧！这是最为神秘的时间法则。混沌魔神排名1品，时辰登顶最古帝座。这是大道本源所著。混沌第2阶结束，望尔等好生修炼，未来得以超脱。恭喜你，时辰。这不是时辰吗？原来是盘古道友啊！道友，时辰，你为何称呼吾为道友？大道之途漫长而孤独，同为这条道路之上的求道者，视为朋友，自然以道友相称最为合适。原来如此，大道之路的确是如此，道友却是大才。哪里，有感而发罢了。对了，盘古道友不在自己的地方修炼，怎么有空来吾这里？
还不是混沌魔猿那个家伙到处串门找魔神打架，他最近就找上了吴，没过几天就跑过来挨揍，揍又揍不死，简直要烦死吴了。不厌其烦之下，吴只能跑出来躲避那个家伙了。原来如此，道友倒是有些倒霉啊。别说了，为了躲避那个疯子，吴游历混沌都一个混沌纪元了。要不是今日突然碰到时辰道友，吴怕是都要有些厌烦这灰蒙蒙的混沌了。要不我们论道一番？哦，如此大善。这一次和石禅道友论道，吴感悟良多，还需要回去好好的消化一番，如此就不打扰道友了。如此，那吴就不留盘古道友了。吴走也。看来吴也该努力了，不然被盘古这家伙给超越了，岂不是很尴尬？这是时辰的力量，他这是要突破了吗？还是专心修炼吧。这是石禅道友吗？看来吴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啊。时辰，混沌世界出现了点问题，吴给你坐标，你去看看。这大道是怎么回事？这混沌世界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让吴过来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啊。不对，这里是怎么回事？话说这个裂缝之后是什么世界？这是至尊。如果放任这里不管，根据对方那至尊疯狂攻击的节奏，想来也只需要2-3个混沌纪元，就能开辟出一个通往混沌世界的通道来。2-3个混沌纪元，别说是杨梅他们，就算是盘古，都不一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大道，你暂时也不想对面世界的生灵闯入进来吧？所以你还不过来搭把手？该死！本魔尊当前，又有什么封印能够阻挡于无？好家伙，大道，你是准备看戏吗？该死的家伙，看不起老夫是吧？行，这一次老夫就直接冲过去，看看你几斤几两，敢如此戏耍老夫。这一次却是要麻烦神尊你了。你我本一体，何须说谢谢？老夫这就走上一遭。来了吗？怎么称呼？既是神尊，来自于阿古大世界。啧啧，胆子不小，居然是实体过来，吾还以为你会使用分身什么的，难道就不怕因此陨落在这混沌世界之中吗？还是说你自信能够战胜于吾？为了阿古大世界，即便是本尊死在这里又如何？看来你所处的世界有些不太好啊。不瞒这位同道，吾阿古世界经历了9亿8700万个纪元之后，如今已经是走向了末法时代，世界就要毁灭了。吾等也是没有办法，才选择找寻新的世界，看看能否迁移过去。所以，这就是你们试图打开空间裂缝的理由。同道，你这样不认为有些过分吗？过分，吾并不觉得。毕竟对于吾来说，你好像是敌人，并不是朋友。吾等这并不算是入侵，只是想要给吾阿古大世界的众生找寻一个能够生存的世界罢了。想来同道也不想看着这无量众生死在世界的寂灭之中吧？你世界的生灵关无，混沌世界何事？即便是你世界的生灵，加上你都死光了，吾也并不在意。难道同道就没有一丝的良心吗？无量众生明明可以活着，但是却因为你而死亡，这样的业力你能够承担得起吗？吾混沌魔神大道所孕育，自出世之日起，万劫不沾，因果不复，居然妄图用一方大世界的众生死亡所造成的因果来威胁吾，几世神尊，你很不错。你要不要试试直接毁灭自己那方阿古大世界，看看本座会不会有任何动容？以这样无知的言论来与吾谈，还不如以自身的力量试试看，能够将吾压服来的有用一些。
该死的！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是直接滚回你的阿古大世界，还是说和吴较量一下？也许打赢吴，或许就能在这混沌世界获得一方生存之地。同道，难道吾等就不能和平解决此事吗？吾阿古大世界不过是想要一块能够栖息生存的地方，难道你就真的愿意看到吾阿古大世界无量众生就此陨落？好打，居然敢对吾使用蛊惑的力量，你这是在找死！该死，居然被发现了！几世神尊，本座本念你阿古大世界即将消亡，你也是真心想要为你所处世界的无量众生找寻一个出路，而一直没有出手。但是你居然真的认为吾并不会因此出手是吗？使用蛊惑的力量来对付于吾，看来这一次你是不用回去了。死吧！这是最为神秘的时间法则。可是，时间暴动难道是时辰吗？是谁招惹了时辰道友吗？好像是那个方向。时辰大战域外强者，虽然时辰技高一筹，但却无法杀死对方，无奈只能求助大道，合力镇压对方。以为这样就能够阻挡吴镇杀你吗？帝座之上，不动兵戈。什么？那是什么东西？你并不需要知道，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重组之后，这个拳印并未消失？现在才察觉吗？确实有些晚了。自吾出世以来，还从未让你战斗过，还真的是委屈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想来一位至尊的血也是能够让你满意的。战！之前让你偷袭成功，这一次可不会了。毁灭法则的刀器吗？灭世之光，救世之火，燃尽生命之光而灭世，无即是救世之主。一半毁灭法则，一半造化法则吗？无灭世，也就是同时执掌两种法则的力量。即便你执掌最为神秘莫测的时间法则又如何？你最终还是会死在吾的剑下。轮回路上记得报吾的名字，可以让你免费插队。轮回，可笑！这世间还没有谁能够让吾轮回，即便是大道都不行，更何况是你。试试就会让你知道吾的无敌是多么让人绝望。毁灭法则，破灭世间；造化神光，光耀万劫。既然你无敌，那么就见识见识时间的伟岸吧。再来。这家伙的肉身怎么这么恐怖？不行，必须要想办法将对方的巨剑弄碎才行。时间轮，你能不能行？看来只能找盘古了。盘古，借你开天斧一用。用完记得还我。给吾破。多谢了。用完就这样归还吗？下次不借你了。说的下次我还需要一样。你最好说的是。这一次重组这么慢，吾都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该死的家伙，这一次是吾大意了。你大意的次数怕是有点多呀，只是不知道这一次你还能不能小心一点。话说这个家伙是谁？身上的气息明显不是我混沌世界的生灵啊！哦，你说他呀，叫什么阿古大世界的祭祀神尊，一个没有带脑子出门的家伙罢了。你该死！你说来说去，能不能换一个词啊？你没烦，吾都烦了。异世界的咋来的？就那里。异世界有趣，真想去其他世界看看，也不知道这些世界是不是和混沌世界一样，总是灰蒙蒙的。
别想太多，每个世界都有自己发展的未来。其他世界也许比混沌美丽，但是却也没有比混沌更适合5等混沌魔神生存的世界，不是吗？你们2个可恶的家伙，居然敢无视本尊！找死！既然你想死，那么本座就将你镇压到时间的尽头去。大道，别看戏了，出手帮助一下。真惨呐！这还惨，他可是入侵者。虽然他是入侵者，不过对于他的世界吴还是挺好奇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那世界通道就在那里，你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不过提醒你一句，如果吴没有猜错的话，对方世界之中应该并不只有既是神尊一个至尊强者，应该是还有着一个魔尊存在的。所以你确定要过去看看吗？那还是算了。吴虽然好奇对方的世界是怎样的，但是还没有想好这么早殉道。没有想到这世间还有着你盘古害怕的事情啊！吴这并不是害怕，只是知道自己的能力罢了。如果对面只有帝尊，那么吴就是无敌的存在，那去探索1、2又有谁能够阻拦于吴？不过如今对面是一位至尊，那吴还是需要尊敬一下的。也许等吴突破至尊的时候，自然也就不需要惧怕对方了。所以道友要加油啊！吴可不想独自一人站在这高耸的巅峰帝座之上俯瞰你们，高处不胜寒啊！多谢道友的点拨，吴这就回去闭关，不破至尊绝不出事。吴刚刚说了什么？算了，先将眼前的事情处理完再说吧。明明是时辰，强借走了杨梅的空间之心，去研究时空法则，可杨梅却和命运打了起来。原因居然是杨梅的怒吼声吵醒了正在睡觉的命运，被吵醒的命运心里自然很不爽，而被强借走空间之心的杨梅心里本来就火大，自然不会惯着你命运，结果就是心里火热和魔神像炮弹一样一点就燃，自然就打了起来。这是被镇压了吗？还是说只是因为世界通道被封印的原因？希望你没事吧，不然……世界毁灭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依照如此程度下去，他是根本就无法支撑1000个纪元。如今这唯一的希望也被对面所封死，即使那家伙也完全没有了消息，看来只能冒险去虚无之中看一看，是否有着其他的世界存在了。寂灭、死亡、枯萎。父神，如今世界毁灭已经迫在眉睫了，本尊需要去往虚无之中找寻看看，是否有合适的世界能够让吾等生存。吾不在的这段时间，你等要好好和天界的那3尊主神一起将整个世界的生灵都尽量的聚集在世界的中心，同时还要将大军训练完善。一旦本尊找寻到合适的世界，这些都将是吾等征伐那世界的根本。你等可有记住？谨遵父神号令。很好。这破混沌世界怎么还是这样的荒芜啊？这里的空间法则怎么这么浓郁？时间魔神时辰，没有想到你居然会走到这里来。原来这里是杨梅你的道场啊！今日时辰你怎么有空来吾这里逛逛？哦，这不是突破之后无事可做就四处逛逛吗？话说时空法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好想研究一下呀！原来如此，不过如今混沌世界荒芜一片，并无什么可以看的。你说的不错，如今混沌还是太过于荒芜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热闹起来。对呀，时空时辰，你是在打无空间心脏的主意吗？啊？你说笑了，无时辰可不是那样的混沌魔神。时辰、时空法则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概念罢了，这东西无研究了很久都没有一丝头绪，你还是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吧。你有没有时间眼眸？又能研究个什么出来？至于这是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不是只有真的研究过了才知道吗？所以杨梅，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不借，时辰你死了这条心吧，吾是不可能将空间之心借给你的。今日不要借，你乖乖的奉上还好说，你要是不给，那吾只能强借了。时辰，你真当吾怕你不成？不怕你跑什么呀？哼，时辰今日的耻辱吾必定会找回来的。杨梅，放狠话是不是太早了？你的心脏吾就借走了。时辰，吾和你没完。杨梅要发疯滚去混沌边荒之地。命运魔神，这是吾和时辰之间的事情，你少插手，不然连你一起收拾。吾不管你和时辰的事情，但是你吵到无沉睡了。滚回去是你的。找死！命运魔神，你这是在找死！3000大戒。他们怎么打起来了？这理由怎么说呢？有些牵强啊。时辰道友，你这是拿了杨梅什么东西吗？怎么杨梅如此生气？哦，也没什么，也就是借了杨梅的空间之心罢了。你好端端的拿人家的空间之心干嘛？也就是拿来研究一下而已，没有想到杨梅居然如此小气。话说杨梅的空间之心去哪里了？难道是被时辰拿走了？那失去了空间之心的杨梅，是不是就成为了空心杨柳了？你虽然说的很对，但是请你下次别说了。哦，不过吾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唐门魔神即将出世，混沌之气也转换成了混沌灵气。为了混沌世界的发展，实力第一和第二的大佬联合起来，打算让所有混沌魔神都建立道场，以保证混沌世界的发展。混沌世界怎么会突然开始震动起来？难道要发生什么大事吗？道友可是察觉到了什么？唐门魔神就要出世了。唐门魔神出世，时间不对吧？时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们的确是100个混沌纪元之后才会出世，但是他们加上5等的关系，混沌本源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加上我们的实力越强，所吸收的本源力量也就越多。如今混沌世界已经有些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胎质了，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如今混沌边缘之地朝着外面扩张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吗？的确是这样，吾去过混沌边缘之地，速度的确是变得越来越慢了。可是这和这一次的变动有什么关系呢？灵气。好了，都散了吧。如今正是处于混沌之气不断转变成混沌灵气的时间，想来这个时间是不会太过短暂。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回去好好的修炼。时辰，今日的耻辱我们来日再散。恭喜盘古道友得见至尊，大道之途就在脚下。多谢时辰道友的祝贺，来日有空可来吾这里论道一番。如此大善，届时还望道友莫要嫌弃的好。不会不会。混沌之气转换成混沌灵气，浓度降低了起码5成，未来大道之路更加难走了。道友这是在感叹什么？吾在想，未来的大道之路太难了。未来的大道，道友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些？你我走好当下之路，何须去考虑未来呢？对啊，多谢道友点拨。道友客气了，你我共同追寻这大道，要是半路道友掉队了，那这条大道之路岂不是很孤单？大道之路，吾必将先你一步，到时你别掉队了就好。对了，
盘古道友，你那里可有石晶、空类这2种材料？石晶和空类，让吾找找哈。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那是岁月之衡。那个东西呀，哦，你要就给你吧。你执掌时间大道，而且还抢了杨梅的空间之心，想来你是要去研究那时空之道的。这个东西，无论是对于你悟道还是炼气，都是绝对的好东西。如此就多谢道友了。算了，这些东西都太多了，无全拿出来，你自己找吧。都是一些没什么用的东西，你想要的也可以都拿走。你这是将整个混沌世界都给打劫了吗？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挺好看的，就都收起来了。你看看你要什么吧，反正对吾来说都是废物。你要的话都给你吧。那怎么好意思？吾就要一些就好，要一些就好。还真是一些呀。多谢道友了，有了这些东西，吾也是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道场了。道场？那是什么东西？吾等求道虽然无拘无束，但是未来旁门魔神也要出世，吾等作为混沌魔神，自然是应该有着自己的道场存在的。如此一来，也不会落了吾等的威严。道友会不会有些着香了？吾等混沌魔神大道孕育，本就是以道为备，以混沌为床，无拘无束才是吾等的追求。道友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未来的混沌世界将会如何？吾说的是旁门魔神出世之后的混沌。那自然是更加的热闹，也更加的繁华了。那么如此热闹的混沌世界，我们应该如何保证自己在沉睡时不会被其他的生灵打扰呢？道友想一想，你在混沌世界之中沉睡，有一个旁门魔神无意中闯入了你的地盘，你是直接将其撵走，还是直接送去殉道？哼，敢打扰吾沉睡，那自然是直接送他去殉道了。旁门魔神虽然看似很多，但是其实也就那么一些。如果我们混沌魔神都是如此态度的话，怕是旁门魔神根本就无法在混沌世界之中存在太久，就要全部去重新孕育了。如此一来，那么我们何不炼制一个自己的道场，然后确定一片区域是自己的疆域，未来等待旁门魔神出世之后，他们让混沌世界热闹，路过我们的道场也不会打扰到吾等，而是直接就过去了，这样也能保证混沌世界的繁华，不好吗？原来如此，还是石沉道友你想的足够长远。如此看来，吾也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道场了。一切都是为了混沌世界的发展呀。此事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吾等有必要告知其他的混沌魔神才行。毕竟如果只有你我2人的话，效果并不太大，其他的混沌魔神也需要如此做才行。那吾等召集一下其他的混沌魔神商量商量，同时还能商量一下其他的事宜。秩序魔神不仅在背后说时辰的坏话，还在混沌会议上插时辰的嘴，结果混沌会议结束后就被时辰揍了一顿。虽然秩序魔神很漂亮，但在混沌魔神眼中也就那样，因为在他们心中只有大道。话说时辰和盘古叫我们过来，是想要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吾怎么会知道？作为这次事件的发起人，结果我们都到了，他们还不过来，是不是有些太混蛋了？你这样在背后说他们，就不怕被他们听到吗？哼，你当吾会怕他们2个？是吗？既然如此，等会会开完了之后，吾亲自上门讨教一下秩序魔神你的厉害。时辰，你什么时候来的？哦，也没有多久，也就是你开口的时候就到了。放心，吾暂时不会动你。等会议结束之后，吾一定上门去好好的和你聊一聊。时辰，你又想做什么？别这么看着吾，都说了，空间之心只是借用一下，后面会还你的。真的？那你用自己的大道发誓？吾时辰用自身时间大道起誓，在未来必定会将杨梅的空间之心归还。如若未完成誓言，永不超脱。这下满意了吧？时辰，吾不想管你和杨梅之间的事情，你让吾等混沌魔神过来干什么？不知道如此打扰到吾睡觉了吗？就是啊，不知道吾在悟道的关键时刻吗？就这样被你和盘古打扰了，结果都过去了这么久，你还未说究竟是什么事情。要是只是一些小事的话，吾即便是明知打不过你，也要为了其他的混沌魔神出这个头。秩序，你给吾闭嘴！信不信吾现在就先收拾你？好了，
第一场混沌会议正式开始。紧接着，时辰就将之前与盘古的对话又详细的向所有混沌魔神都解释了一遍。其他混沌魔神都觉得对自己没什么影响，自然全都同意了。开，中。空间法则必须要有。奇怪，为什么吾会感觉有什么东西流失了一些？难道是吾多想了？时间法则也来点，其他法则也都来点。时辰这家伙究竟还来不来？距离大岛封锁结束也只剩下6个混沌纪元了，万一时辰那个时候才来，吾必死无疑。虽然吾并不会真正死亡，但这一身修为就得重修啊。要不吾去道个歉。你在想什么呢？蠢呀！时辰，你怎么来了？你说呢？吾可是说过，会议结束之后必定要和你好好聊一聊。得，你不要以为吾会怕你。哼，吾怕你后退什么呀？吾这并不是害怕，只是那个位置有些热而已。吾等两个好好聊聊吧。你想要聊什么？聊一聊你的野心以及臣服于吾。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事情你休想！无秩序魔神即便是撞死在这里，也绝对不可能会答应臣服于你。你最好先坐下说话。哼！如果你不给吾一个解释的话，即便是拼着大道不要，我也要和你拼个你死我活。你没有那个能力，不是吗？即便是你到陨了，吾也不会受到一点伤害。既然如此，还不如好好的听吾说完话再说。你说，你想要在混沌世界之中制定属于你的秩序，这其实不应该说是你的野心，而应该说是你大道所致的。你怎么知道？你别管吾是怎么知道的，吾只想问你一个问题，难道你就不想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应该很清楚，以你的力量，即便是到了混沌世界的无量量劫，你也根本无法完成这一目标，因为你的头上不仅有吾，还有盘古、杨梅、命运。说实话，以你的实力，就连轮回和毁灭都打不过，又怎么可能让本就无序的混沌世界变得有序？你说如此之多，又想表达什么？看吾的笑话吗？吾才没有那么无聊，吾说了这一次来是和你聊一聊你的野心，还有你臣服吾的事情。不对，你是想……时辰，没有想到你的野心居然也是如此巨大，难道你就不怕最后反噬自己吗？反噬？即便是反噬，那也是以后的事情。生于这个强者为尊的混沌世界，如果不去争取，又为何来这世上走一遭？难道就是为了来看一看这灰蒙蒙的世界吗？你真是个疯子！疯子？吾等混沌魔神只是为了追求大道罢了，只要最终能够让吾等超脱，即便是疯狂一些又如何？你不也一样吗？吾和你不一样。呵，无谓的托辞罢了。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呢？秩序魔神？吾是不可能答应的。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想跑？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给吾回来吧。什么？讨厌的时间法则！跑啊！你继续跑。今天要是让你跑出去了，吾时辰的名字就倒过来写。得，吾就是单纯的坐久了，想要去混沌世界之中跑几圈，你信吗？坐久了是吗？没事，吾这就帮你运动运动。时辰刚和秩序魔神达成合作关系，混沌世界就又出现了变数。时辰，吾和你拼了！你有口臭。时辰，如今你在吾的肚子里，吾劝你就此接过此事，不然吾就自报大道，即便拼到重伤，吾也要让你难受一阵子。这里怎么会有世界树的气息？时辰，吾现在就放你出去，快出去！秩序，你究竟在这里隐藏了什么？吾必须知道。
秩序魔神，你想要干什么？别这么看着吾，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最好给吾一个解释，不然吾就直接送你去训道，大道都拦不住。吾说的。这是世界树自己愿意的，和吾无关。世界树，你还在睡什么？起来解释解释啊！谁在叫我？嗨，秩序魔神。等等，你是时辰？你怎么在这里？世界树，你倒是和时辰解释一下，你为啥会出现在这里？不然这家伙都要送吾去训道了。啊？解释啥？吾出现在这里不是很正常吗？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秩序魔神的体内？你说这个呀？之前秩序魔神和吾聊天，说你们都太凶残了，他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大道。吾一想，吾作为世界树，那可是自带无量诸天的存在啊，所以吾就让秩序魔神在吾的诸天之中完成此事。至于为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混沌之气转化成为了混沌灵气，吾的诸天也因此演化慢了很多。然后秩序魔神就说让吾到他体内来吸收他的本源，来加速诸天的演化。就是这样的。你还真是大方啊！没办法，谁让你们都不让吾在混沌世界之中指定自己的秩序，大道无望也就只能如此来尝试一下了。如果成了，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不成，那吾只不过是拖慢了一些修炼速度罢了，损失也没有太过巨大。你的胆子真大，难道你就不怕大道误认你要杀了世界树，对你直接出手吗？切，你当大道是你啊？行了，既然此事只是一个误会，那么吾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现在你该给吾一个答案了。答案？什么答案？小屁孩一边玩去。时辰，你别想了，就算你杀了吾，吾也不可能臣服于你。吾等同为混沌魔神，你会放下心中的高傲，选择臣服吗？时辰知道自己最初的话有些过了，正如秩序魔神所言，高傲的混沌魔神不可能臣服于任何人，即便是大道都不行。吾并不需要你的臣服，只需要你帮助吾就好。帮助你？是的，你帮助吾，而作为回报，吾会帮助你完善在混沌之中的秩序布局。至于未来你能否完善自身的大道，结出超脱之种，还是需要看你自己。你说的是真的？自然。好，吾可以帮你。如此大善，那你先张开嘴巴，放吾出去吧。这是出现变数了吗？那么这是谁在落子呢？唐门魔神之中出现了变数，此事你怎么看？无论是谁落下的子，最终对于你我而言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不是吗？你说的也对，变数又如何？混沌世界太过安静了，有这一变数想来，也是能够让这宛若死水一般的混沌变得有些活力。不，你说错了，他无法掀起太大的波澜。如果是混沌魔神，那么他也许还有一丝的希望。但是旁门魔神，其根脚已经注定，混沌这滩死水，他掀不起的。看来你似乎知道什么，说来听听。不可说，不可说。怎么？难道还有你时辰惧怕的存在？不是怕，而是的确不好说，因为吾也有些事想不明白罢了。孙悟空，你可知错？错，俺老孙何错之有？错的是你们这漫天的神佛，错的是这个世道，错的是俺老孙的实力不够颠覆你们的残暴统治。我孙悟空没有错。泼猴，500年了，你居然还死不悔改！你说错的是我们漫天神佛，那你有没有想过，是谁让你们降生在这大地之上？是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了这个世界；是女娲造人补天，让你们能够在这方世界之中安然的生活；是天庭统御四方，带来风调雨顺，让你们能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无佛门带给你们信仰，让你们能够有所精神寄托。可是你呢？你都做了什么？你罔顾天庭的威严，率领无尽妖族打上天庭，吃光了王母的蟠桃园，打乱了蟠桃盛会，更是打碎了老君的八卦炉，使得3位真火创造了万里火焰山，推翻了镇元子的人参果树，搅得东海不得安宁，撕毁生死簿。你的一桩桩，一件件罄竹难书，关你在这500年还想不明白？孙悟空，难道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吗？
如来，收起你那伪善的面孔吧！你说的这些也就骗那无知的孩童罢了，还想骗俺老孙？你们都说天宫是极乐之地，但千万别告诉他们，不舍弃灵魂的人去不了。你们说五行山下压着恶魔，但千万别告诉他们，你们只是想要吸食这个恶魔的灵韵。你们说只要意志坚定就能够取到真经，但千万别告诉他们，西行不过是一场被严密监控的闹剧。你们说我这只泼猴推翻了珍稀的人参果树，嘿嘿，但千万别告诉他们，那人参果树下到底埋藏着什么。你们独占美丽的天宫，随意摆弄苍生的命运，那些美丽的你们将它变得丑陋，那些强大的你们让其沦为玩物，那些侵辱手足的让他们永世结仇。万万没想到，孙悟空居然穿越到了混沌世界，还成为了怒之道尊魔神。而他见到的第一个生灵，就是自己上位大道的战之大道。本来混沌魔猿想教导孙悟空，但却被时辰带走了。时辰，这是你的路子吗？这是什么地方？咦，这里居然有一只可恶一般的存在！你是谁？有趣，作为无战之大道的旁门魔神，居然会不知道无？不对，你的身上有着岁月的力量，你似乎并不是原来的那个怒之道尊的旁门魔神。俺老孙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我并不在意你究竟是谁，既然你成为新的怒之道尊的魔神，那么也就代表着这是你的机缘。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随吾修行？吾作为你的上位大道的战之大道，想来有着吾的帮助，你的实力提升必然比之其他的旁门魔神来说要大上很多。俺老孙的上位大道。混沌魔猿，你不在自己的道场待着，跑到这混沌的边缘之地，想要干什么？拐骗旁门魔神吗？你什么时候这么没有品位了？时辰，你回去吧，这个小家伙你今日是带不走的。怎么，堂堂的世界魔神也看得上吾战之大道的下位魔神了？难道你们有下位魔神吗？非要和吾争抢？吾的下位魔神自然很多，不过都是一群蝼蚁罢了，并不入吾的眼。那么他呢？在你的眼中不也是蝼蚁一个吗？所以你怎么就看上他了？混沌魔猿，你别告诉吾，你没看出来他身上的岁月之力，你把握不住的，还是交给吾吧。好，时辰你这么玩是吧？算你狠，交给你了。傻子走了。你又是谁？随吾走吧，如果你继续待在这里的话，想来你会很麻烦。时辰，这是你的路子吗？不对，这并不是你的。虽然他的身上有着岁月的痕迹，但是吾可以确定，并不是你在落子。那么又会是谁呢？他就是那个变数。没错。话说，怎么和混沌魔猿那个家伙长得那么像？他的旁门大道，你说能不像吗？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这却也有些相似的太过分了吧？除了没有混沌魔猿壮硕之外，基本上就完全的差不多。这种事情你要去问大道啊，这是大道干的事情，我怎么知道？问他，算了吧。话说他的记忆好像并未复苏啊。算了，虽然吾有些厌烦混沌魔猿那个家伙，但是还是出手帮你一把吧。无名孙悟空，怒之道则魔神。多谢盘古大尊，多谢时辰大尊。你来自哪一个岁月世界？吾在你的身上感受到了不甘和愤怒。俺老孙也不知道。算了，吾自己看吧。这是黑神话世界。道友知道他来自于哪个世界？有些不太确定，但是如果吾没有猜错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来自于那个世界。哦，那是怎样的世界？一个神佛统治众生，视众生如蝼蚁一般的世界。神佛是什么东西？和我们一样吗？大道，你什么意思？好了，盘古道友，莫要生气，未来你会知道这些的，没必要和大道置气。
这一次看在石沉道友的面子上，不与你计较。要是再有下一次，老子就提着盘古斧，必定要杀上你的大道本源之地，看看你究竟长什么样子。石沉道友，和你商量个是怎么样？如果你想要孙悟空的话，那就别想了。吾才刚从混沌魔猿那家伙手中要过来。你一个玩时间的也教不了他什么，还不如直接让给吾，这可是一个好苗子啊！虽然如今融入了混沌，但是其灵魂本身不属于这个世界，未来是有望超越其他的魔神，直追吾等的。你就别想了，你不适合教导他，还是放弃吧。行吧，既然如此，那么以后他有什么不懂的来询问吾，你可不准阻拦。可以，吾只能帮你到这了。这要是还被其他混沌魔神发现他身上的秘密，你可不要怪我。好了，孙悟空，以后你就在吾这道场之中居住下来吧。未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问吾，而盘古的话也会经常在吾这道场，届时你也可以询问他。多谢时辰大尊，多谢盘古大尊。好了，坐下看吾等下棋吧，能够从中悟到多少，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混沌又出现了世界裂缝，而且是大道搞出来的。见此，时辰就想打开世界裂缝，看看对方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果排名前10的混沌魔神都跑来凑热闹，或许是为了报复时辰上次揍了自己。不管时辰说什么，秩序都要对上2句，气得时辰一拳就揍飞了秩序。该死的，这虚无怎么这么大？找个适合生存的世界就这么难吗？父神，这是寂灭的声音，不是说没有大事不要找寻本尊吗？难道是世界支撑不住了？寂灭，是世界出现问题了吗？父神，世界中又突然出现了一个裂缝，此刻还在不断喷涌的灵气呢。什么？此事当真？千真万确。好，你等本尊回来。父神，快先说那世界裂缝在哪里？就在天界那边。大道，说实话，这世界裂缝是不是你搞的？那现在该怎么做？要再封印一次吗？果然是你搞的鬼。不过对面世界是不是有些太惨了？被你给惦记上，也真是够倒霉的。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世界。吾还是帮你一手吧。时辰，你怎么在这里？原来是毁灭魔神，你来这里做什么？吾就是准备来这边试炼一下神通。话说你怎么在这里？原来时辰和毁灭你们也在啊！看来吾确实赶巧了。造化，你不在你的道场待着，难道也来这里试炼神通？试炼神通？什么神通？吾就是在游历混沌，找寻炼制道器的材料，然后路过这边，感受到了你们的气息，所以就过来看看。那杨梅你呢？也是游历混沌，然后路过的。吾为了吾的空间之心而来。时辰都过去了100个混沌纪元了，你是不是该将吾的空间之心归还于吾了？咦，你们怎么都在？看来吾的命运感知没有任何的问题。吾还说今日时辰道友你跑哪去了呢？却原来你们在这里举办聚会啊！不过怎么能够不叫吾呢？时辰可以归还吾空间之心了，用完就还你。那你倒是还吾啊！这不是还没用完吗？对了，盘古道友你怎么也来了？吾别说了，混沌魔猿那家伙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吾回去了，结果又冲到吾的道场来找吾比试。为了躲那家伙，吾就去你道场找你下棋，结果孙悟空说你不在，吾好奇你在干嘛，所以就过来看看了。话说你们要聚会，怎么会选择这里？这周围什么都没有。不对，这里怎么有个世界裂缝？听到盘古的话，所有人都看向裂缝，但都不明所以。对此，时辰只能无奈地向其他魔神解释了一下之前的事情。所以这是连接其他世界的通道。那个世界好看吗？有没有我们混沌世界美丽？你问我，无问谁去？切，看来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吗？所以你打算怎么办？既然对面想要过来，那吾就准备帮他。惦记上了对面的世界就直说啊，吾等不会嘲笑你的。是魔神。本来就是。别笑了，这家伙是不是和世界魔神待久了，都变得傻乎乎的了？时辰，你还是如此暴力。
没办法，谁让总有那么一个家伙欠揍呢？既然吾等都想要看一看那方世界，那么就让吾来吧。以吾力量大道，想来也能够让这裂缝更快的打开。如此就交给盘古道友了。哎，混沌，难道你就不好奇对面世界是怎样的吗？废话，吾要是不好奇会来到这里，你看吾很闲吗？说的也是，也不知道对面世界究竟怎么样，有没有混沌好看。秩序，你快闭嘴吧！再说话，吾将你打回混沌中心去。哼，不说就不说，等哪天吾能够打过你之后，一定要将你按在混沌之中摩擦。不生气，不生气，他是自己人。时辰，你是怎么惹到秩序魔神的？看起来他对你的怨气很大。没怎么，就是上一次看他不顺眼，然后就给揍了一顿。就这？要不然呢？为什么吾感觉他对你的怨气不只是这样呢？那要不吾揍你一顿，看看你对吾的怨气是比他大还是比他小？还是算了，吾就是单纯的问问，就单纯的问问。盘古，该干活了。干活，干活。盘古，你是不是没有睡好啊？力气这么小，做事还这么慢。我操！现在有力气了吗？就用这个力量，真是的，踢那么慢，我都要睡着了。要不你来？别，吾就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哼，再废话，将你的地座一起劈了。差不多了。这里是，有些熟悉。原来是你啊！诸位同道好。如果吾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最初攻击世界裂缝的那个存在吧？你们那个世界叫什么来着？阿古大世界。你是当初的那一个。话说你胆子挺大的，济世神尊都被吾放逐于时间的尽头了，你还敢一个人过来？怎么看济世神尊在时间尽头很是孤寂，准备过去陪伴他？这一次却是吾的过错，所以吾现在退回去还来得及吗？你说呢？话说你们的那个世界怎么样？好不好看？有没有无混沌好看？我们的世界很美，但是很可惜此刻却是即将毁灭了。即将毁灭了吗？那就是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我还以为可以过去看看呢。所以你来吾等混沌世界，就是为了占据混沌世界，是吧？只是没有想到吾等的实力如此强大，所以才没有动手，而是准备退回去。不是的，吾阿古大世界即将毁灭，这一次过来只是想要借贵世界的一块地域，给予吾阿古大世界的无量众生一方生存之地而已。那么你又能拿出什么来？难道就光凭借你一句话，吾等就要将混沌世界划出一块地域，给予你们使用？吾自然一身，并无任何值钱的东西。你当吾等混沌魔神是做慈善的，你不过是一个外来世界的生灵罢了。说难听一点，你就是一个入侵者，居然妄想从吾等混沌世界之中要一块地方，还想着不拿东西出来作为交换，怎么这是看不起吾等混沌魔神吗？同道说笑了，并不是吾不想用东西来交换，实在是吾的身上并没有值钱的东西，而且诸位也不想看着吾阿古大世界的无量众生都死在世界毁灭之中吧。你是想要笑死吾吗？居然用你世界的生灵来威胁吾等混沌魔神，信不信吾现在就过去将你的世界给点燃，加速毁灭进程？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如此冷血，无量生灵的业力，难道你们就不惧怕？庞大的因果足以将你们从至尊的宝座上拉下来。笑话，吾等混沌魔神大道孕育业力，那是什么东西？至于因果，你倒是问问因果魔神他怕不怕？毕竟这个东西他可是最为熟悉。因果不过是我手中的玩具罢了，你妄图用这来威胁我等，却是你异想天开了。执掌因果怎么可能？因果不是据说永远不会被掌控的吗？为什么你能够掌控因果？你不能，不代表别人也不能。你似乎掌握的是毁灭法则吧？什么？你掌握毁灭法则？开什么玩笑？他的确是掌握着毁灭法则。你什么档次？和吾掌握一样的大道？
你是谁？吴，毁灭魔神，记住了，等会送你殉道的名字。报上你的名字，老子灭世大漠之下不杀没有姓名的家伙。八股大世界，毁灭魔尊。毁灭魔尊，从未听说过的无名之辈罢了。既然敢入侵无混沌世界，那么今日你就埋葬在这里吧。等等，时辰，你干嘛？这里是混沌世界的边荒之地，你们两个至尊在这里大打出手，是准备将吾等混沌世界的边荒打碎吗？那怎么办？吾等几个可以利用各自的大道建立一个决斗场，让他们在里面战斗就是了。有吾等9个的大道压制，他们的力量就无法对混沌边荒造成太大的伤害。吾觉得可以，你们认为怎么样？大善。好了，你们两个快开始吧，吾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好了，战场已经帮吾等准备好了，也该让吾看看你的实力如何。看来这一战是避免不了啊，不过没有关系，你是叫毁灭魔神是吗？吾会记住你的名字的，每前万年的今天，吾必定会过来祭拜你的。什么？怎么会？这是什么宝物？和你相干，受死吧！老子要让你殉道在混沌世界之中，成为养料。该死的毁灭魔神，这是你敌吾的。你到底是什么怪物？真丑！时辰，你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吗？怎么看着这么恶心？不知道。毁灭魔神，你能不能先将这个家伙给灭了啊？看着真恶心。你不行的话，让吾来灭了这个家伙。你给吾闭嘴！再废话，老子先把你给磨灭了。切，吾现在可是时辰的人，你敢动吾吗？秩序，你给吾闭嘴！再废话，吾就先揍了你。切，想当吾大哥还不给吾承担事情，你这种大哥不要也罢。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吾世界树的无量诸天已经有生灵了，吾就是从他们那里看到的。畜生，胆敢如此放肆，老子今天就把你的触手一根根拔下来。这家伙的力量有些诡异，每一次靠近之时，都会有诡异的声音在吾耳边低语影响吾。看来是不能和这家伙近身了。灭世大魔，给老子磨灭了这方混沌。这个家伙是疯了吧？大道星辰，给吾降下无边的星光下来，帮助大道神文。这究竟是什么怪物？石轮。时辰，你什么意思？浪费太多时间了，而且这个家伙有些诡异，吾等先出手，将其封印再说吧。大家一起出手，先将其沉沦到时间的尽头。时间放逐。给吾去时间的尽头陪伴你的伙伴吧。时辰，如果你不给吾一个解释的话，那么即便是明知不是你的对手，吾也要和你做过一场。哼，有什么问题去问大道。大道，问大道吗？看来是大道说了什么。既然好戏没得看了，那吾也是回去继续睡觉去了。你怎么还不走？那一起吧。可以。
这就是阿古大世界了吗？还真的是美丽啊，可惜已经在坍塌了。你们是谁？不知道这里是我们天族的地盘吗？你打算怎么做？先将这个世界的本源抽取出来之后再说吧。可惜了这么美丽的世界啊！该死的家伙居然敢无视我等，找死！末日真的降临了，世界开始毁灭了，主啊，求你救一救你的信徒吧！走吧。哎，最终还是来晚了。这是有人点燃了这个世界的毁灭大道，所以加速了这个世界的衰亡吗？可是究竟是谁？奇怪，毁灭和祭世，他们两个去哪了？两个至尊就这样消失了？难道是毁灭魔尊体内的东西又跑出来了？可是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不行，我只能求助一下星族了。星祖，弟子吕尚请求一件。吕尚，老祖不是让你去将毁灭和祭世带回来吗？你现在找本主所为何事？随星祖的话，我目前已经到阿古大世界了，但是我来晚了。阿古大世界已经毁灭，就连毁灭和祭世也消失不见了。我怀疑毁灭体内的怪物跑出来了。他们不是消失了，而是被人流放到了时间的尽头。不过你说对了一点，毁灭体内的怪物的确是出来了。这样，你去一趟时间的尽头，将他们两个带回来。带上这个东西，它会指引你找寻到他们，同时能够安全的将你们带回来。记住，在时间长河上要多加的小心一些。到达时间尽头之后，找到他们两个，不要管其他的事情，尽快回来。记住了。有人踏足时间长河，顺流者自时间长河之上离开，否则吾将认定你为叛逆者，将你镇压。何方强者？还请这位同道出来一见。你们的胆子不小，胆敢踏足时间长河，就此退去，吾不予追究，不然后果自负。你是谁？吾为时间掌控者，是时间长河的主人。等等，你是时间掌控者时辰？你知道吾？您的大名，小的又怎么可能没听说过呢？您的光辉照耀整片虚无，无量众生无不歌赞您的伟岸。你来自于哪个世界？小的来自于深空多元世界。深空多元世界？你们踏足时间长河，想要做什么？小的世界之中的两个不成器的小家伙被人送入了时间的尽头，所以我们想要过去将其带回来。你那两个不成器的小家伙叫什么？也许吾可以帮你们一把。多谢至高您了。小的那两个不成器的小家伙，一个叫做祭世，一个叫做毁灭。找到了，不过有一个状态明显不对。不瞒至高您，毁灭的确是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如今他的体内是封印着一只诡异的恶兽，想来此刻应该是那恶兽出现了。这恶兽可是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吾从未见识过这样的怪物？随后星祖就将他们世界的情况就给说了出来。原来深空多元世界是属于多元世界，其中分属无数平行世界，而作为主世界的深空多元世界当然是属于最强的存在，无数平行世界依附其中。但就在某一天，有一个平行世界的科学分子研究出了恐怖的生化武器，结果就是被他们世界的皇族发现，之后就派人杀了那科学家，并带走了那生化武器，妄图用这个来占领他所在的平行世界。一场大战如此浩瀚，但是一个族群又如何是整个世界所有种族的对手呢？所以他们输了，输得很惨。在最后的关头，他们打开了那生化武器，自此那一整个平行世界。
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强者居然将几只章鱼带入了那个世界。结果无数岁月后，所有的平行世界都被黑雾笼罩，而深空多元世界也就此走向了被污染的道路。那些恶兽非常诡异，黑雾笼罩之下，一切都会被侵蚀，任何反抗的生物都会被他们同化。到了最后，也就只有作为主世界的深空没有被污染，而毁灭魔僧体内那只完全是他自己找的。他为了研究恶兽，就将一只恶兽封印在自己体内，在被察觉之后，他就逃离了深空多元世界，来到了虚无。而祭祀神僧本就是和他一体两面，也是在来到了虚无之后，他才将祭祀神僧给斩除的。还是你们会玩？至高，您说笑了，这都是我们咎由自取罢了。行了，你们世界的事情本座并不想过问，但是那两个家伙，你们暂时带不走。请至高给予明示。他们两个胆子很大，妄图入侵吾的世界，而被吾镇压于时间的尽头了。原来如此，那小的带两个小家伙向至高的您请罪。既然您都如此说了，那小的也就不敢奢求待会他们，只希望至高的您能够在未来放他们一条生路。可以。吕上，我们该离开了。奇怪，这家伙怎么对吾如此恭敬？这态度就跟把吾当成信仰的神器一样来看待了。